为什么碳权的交易要设定只有企业、机关等法人可以申请和交易呢？嗨，我是清慧博士，用大白话来帮你理清复杂的碳权知识。你有注意到吗？在碳权的世界里面不管是强制性排放配额 EA 或是自愿性减量额度 VER， 都是指让法人可以参与申请和交易，个人是不能直接参与碳权市场的哦。为什么？有两大主要原因，一个是因为企业是需要做碳抵换的主体，另外一个则是企业管得到也比较好管，政府或是发证单位的执行成本才可以控制啊。所以呢，个人想要加入碳权市场的，就势必只能绕远路啦。还记得碳权是怎么来的吗？碳权的前提是碳排放。因为政府想要帮企业创造更多减碳的诱因，所以才会出现碳权，让企业有更灵活的资金选项。所以被管制限制的对象就是企业，不管是碳汇或是减碳行动，会想要做碳抵换，让自己的整体排放数字比较好看的动机的也是企业。所以碳权市场以企业为主体，其实也蛮合理的。但是为什么不让个人也可以加入市场呢？不是可以活络市场吗？那是因为放不相干的个人也可以加入市场，那就是让他来乱的。而且对政府或发证单位而言，企业或机关这些法人都是有受过专业的，需要符合各种法规政策的训练哦。管得到也比较好管，执行成本才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不然整个市场乱七八糟的怎么管，对不对？毕竟碳市场这种东西越多人参与，复杂性就越高，就越乱，就会越让人忘记初衷，其实是要减少地球的大气的二氧化碳排放的，可不是一个让人投机炒作的地方切记切记。好了，如果你不清楚怎么样可以帮自己的公司做最好的碳权规划的，那欢迎来找清慧博士咨询让我用我的碳权专业帮你省下大把时间、大把精力之后，你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好好去发展自己长期的减碳工作好啦，如果你想要持续了解更多的碳权知识，请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。要是你有任何对碳权的疑惑，也欢迎到盖亚律师塾的脸书社团找清慧博士解惑。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我是清慧博士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嘿，拜拜。